欢迎来到 News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等了2年，余生请多指教会是肖战、杨紫的翻身之作吗？千呼万唤始出来，几经周折，余生请多指教终于开播了。流量助阵，剧方加持，粉丝期待。没想到一脸爆款相的余生请多指教播出后的第一个热搜居然是余生难看。社交网络上，网友们对余生的讨论热热闹闹，有夸有贬，网络播放量也是屡创新高。可相比而言，余生的电视大盘就显得冷冷清清。首播当天，省级卫视黄金档电视剧的收视率只有 0.48%， 市场份额 2.16%。作为参考的是，刚刚收官的《婚姻的两种猜想》前一天的省级卫视黄金档电视剧的收视率为 1.196%。作为积压剧，余生没有赶上肖战、杨紫2位演员流量最好的时候。剧情方面本就是古早小说改编，没有太多创新，在一众甜宠剧里并不出彩。但因为被搁了太久，不仅粉丝期待，剧方着急，对于肖战和杨紫2位演员来说，也都指着这剧一扫阴霾。肖战经历了227事件，路人缘还有待提升；杨紫自从《亲爱的》《热爱的》之后，也几乎没什么出圈的代表作，且因为搭档演员的关系，作品已经供应不上。两方粉丝似乎都寄希望于这部剧，但余生会让他们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吗？期待越大，失望越大。2019年余生拍摄杀青之后，就已经引起了无数粉丝网友的关注。当时杨紫和肖战都是人的巅峰，两方粉丝都期待满满。即使被延期了几次，但还是有不少观众对这部剧信心满满。无论从 IP 体量、演员阵容来看，余生都收获了超高期待值。不过也可能是期待值过高的原因，从首播来看，这部剧并没有达到这些期待值。余生请多指教改编自柏林石匠小说《余生请多指教》，故事主要讲述即将大4毕业的林之孝杨子氏，因为父亲生病住院，与父亲的主刀医生顾魏肖战氏邂逅，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相守的故事。从故事上来看，基本就是言情小说的路子，没有太多的新鲜感。剧中顾魏是个认真负责的医生，性格算是医生版的霸总，不仅是禁欲系，还非常毒舌。跟朋友一起到酒吧，朋友带着他一起看美女，可顾医生看人从不看脸，只会看人身上的各种病。看到经常穿高跟鞋的女孩，他说这是骨盆前倾，要看骨科。看到有黑眼圈的说，那个有明星的黑眼圈，要看神经内科。另一个毛病更多了，需要全身体检一下。这些言论都让顾医生直男属性明显。弹幕上也在吐槽顾魏单身的原因，终于找到了等等言论。虽然肖战的顾医生扮相不错，但人设确实没有太多新意。女主的人设也是颇具争议的点。原著女主是一个高冷学霸，小说中林之孝不是大提琴手，因为林之孝本人很喜欢地理，于是就瞒着父母跨专业考研，考上了地理专业的研究生。这样一个稳重、清冷的学霸，在剧里却是个毛毛躁躁的软妹子，确实跟原著人设有一定的差距。而在剧情的推进形式上，也大多以巧合和误会为主，整体剧情偏复古风格，堪比10年前纯爱小说的套路。比如男女主的初次相遇在酒吧，喝醉了的女主就非常巧合地坐到了男主身边，还为了躲避爸爸的寻找，直接用男主的衣服把自己盖了起来。之后的剧情就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女主和男主有了一些亲密的接触，被女主和爸爸误认为是占女孩便宜的小白脸。再然后女主爸爸成了顾医生的患者，一开始也觉得顾医生不靠谱，后来一定经过各种误会，最终发现顾医生是个认真负责的好医生。抛开演员的演技层面，原著小说剧情比较缓慢，
是比较平淡的感情推进，但剧里为了增加剧情冲突，强行加入了很多抓马的戏份。翻身之作。从227事件后，肖战一直很低调，但即使2年过去，他的路人缘却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像《余生》刚开播之前，曾经和肖战有过不少过节的编剧汪海林就在此时站了出来，免不了阴阳怪气几句。也会有一些路人跟着附和，表示绝不会看这部剧，但比起2年前的抵制盛况，227事件似乎对肖战的影响越来越小了。本来《余生》2019年杀青，计划在2020年上线，当时肖战刚好通过《陈情令》大火了一番。一方面，《余生》可以持续肖战的热度，巩固他的粉丝基础；一方面 ，BG 的题材也会改变，因为出演耽美剧而带来的刻板印象。但非常不巧的是，227事件发生了，《余生》也算是错失了一个非常好的播出时间。而一向望男主的杨紫这2年也有些流年不利。2019年《亲爱的》热爱的大火，不仅带火了男主李现，女主杨紫又再一次奠定了自己年轻演员里演技派的地位。不少观众也感受到了，即使在偶像剧里，演员也是需要演技的。但《亲爱的》热爱的之后，杨紫的后续作品并没有跟上，这当然不是因为她没戏拍，而是对手演员不争气，几部戏都是因为对手演员爆雷，导致《青簪行》等戏无法播出。即使跟井柏然搭档的《女心理师》顺利播出，虽然也是个不错的阵容和团队，但播出时总是差了那么点意思，没有带来什么轰动的效果。余生在这个时间节点播出，对肖战和杨紫来说十分重要。如果播出的顺利的话，两人倒是可以靠着一部出圈的剧打个漂亮的翻身仗。但很显然，余生还没能达到这个水准。几经更改上映时间，本就让路人的关注度下降，而肖战和杨紫流量的身份，让余生更像是真爱粉和黑粉之间的对决。像余生这样的剧，在市场上已经很难听到真实的反馈了。只要网络上有任何争议的声音，都会被粉丝包裹为尬黑。评论区里大多是粉丝的发言，好看，回头别说剧组反炒双引号。尬黑没关系，别黑着黑着把热度推得更高，又翻脸怪剧组反向营销。双引号。哈哈哈哈哈，流程都被你拿捏了。粉丝有自己的逻辑，艺人有自己的体系，市场有自己的规律，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余生没能达到预期的口碑。而饭圈的自嗨也不能让余生成为2位演员的代表作，余生也大概率不会为肖战和杨紫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了。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